吸血鬼夫人将女仆压在身下，轻轻咬了下她的耳朵，而女仆禁具轻喘一声，露出了难耐的表情。吸血鬼夫人便将禁具转了过来，然后吻上了她的脖子。没想到禁具突然抓起手边的银质十字架，猝不及防地插进了吸血鬼的屁股里，随后一脚将其踹翻在地。吸血鬼恼羞成怒，他可是难得对待猎物如此温柔的，这小女仆竟然如此不识好歹。禁具嘲讽她的技术太差劲了，远不如自己的主人，也就是鸭叶。与此同时，各方的其他势力也都在混战中。真打被雷诺毫不客气地扔进了教堂里，钻石也掉到了地上。两个对手还是真打看起来好说话。鲁邦提议他们俩暂时休战，先把那个装模作样穿得像卖保险的人干掉，当然得由真打来充当诱饵。说完后，鲁邦就跑上了2楼，而雷诺站在门口跟真打打嘴炮。他本来以为里面太脏不想进去的，但是真打的嘴实在是太碎了，结果刚好走过来的时候，鲁邦从2楼把一个大箱子推了下去，把雷诺砸了个正着。法蒂玛也没好到哪儿去，虽然他用那把连弩射中了魅影，但对方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黑暗中，并时不时放个冷箭。法蒂玛如此敏锐的听觉都感知不到他的存在，毕竟魅影可是在歌剧院生活了10几年，他在地下23层的地底湖边造了隐秘的住所，一直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。在此期间，不停地学习音乐和发声，在声音这一领域他是无敌的。话音刚落，又用钩子将一个箱子推了下去。此时禁具也在和吸血鬼夫人激战，他避之不及，被砍破衣服，露出了一半香肩，不过立刻握紧了手中的刺刀长枪，在吸血鬼攻势来时挥枪格挡，最后立即抬脚将人踹飞出去。吸血鬼的恢复速度堪称恐怖，被打肿的半边脸瞬间恢复如初。禁具下手又快又狠，在躲过吸血鬼夫人攻击的同时，就用枪把捅上了他的腰。吸血鬼重重地摔落到墙上，禁具的刺刀紧随而至，幸好他跑得快，对着禁具不断的突刺，并随时开枪。吸血鬼夫人光是躲开刺刀的应接不暇，他更没想到子弹居然是纯银的，被射中的地方没有办法恢复，但他却露出了笑容，告诉禁具惩罚现在才要开始。下一秒，禁具的身体开始发软，连枪都抬不起来。这个吸血鬼竟然天生带媚药，对方一旦介入他的身体，就会麻痹且浑身发热。现在吸血鬼夫人要对禁具做爱做的事情了。另一边，福尔摩斯和华生也正在与魔术师进行激烈的枪战，子弹被魔术师尽数躲过。福尔摩斯的枪里已经空了，可魔术师的手段层出不穷，他打一个响指，他们藏身的地方会突然着火。福尔摩斯决定使用巴顿术。就在这时，一直被忽略的鸭叶开口了，他问魔术师为什么想得到倒数第2页。魔术师告诉他，因为那是寻找狼人的关键，他们组织目前还在发展中，寻找人狼也只是为了目击同伴罢了。说到这个，魔术师很好奇鸭叶的身体去了哪里。鸭叶非常坦诚地告诉他，不久前被人给抢走了。没想到魔术师表示，说不定在他们据点里。话音刚落，趁机挪过来的福尔摩斯偷袭了过来，对着魔术师捏毒针的手就打了上去，最后毒针扎到了魔术师自己脸上，他趁意识还在掏出解毒剂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炸了，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福尔摩斯的老熟人莫利亚蒂，也就是鸭叶和真打要找的瘸腿老头。莫利亚蒂看到鸭叶只剩一颗头还活着，又有些惊讶，在场的一个比一个聪明，都不用对方解释就能判断出各种情报。莫利亚蒂知道鸭叶现在有2个侍从，一个是负责搬运有些粗枝大叶的保镖，另一个是细心周到的女仆。鸭叶只想知道自己的身体在哪里。莫利亚蒂承认的确在他手里，只是不会还给他罢了。他还需要鸭叶的身体进行研究呢。今天来这里的都是他召集的同伴，包括魔术师、吸血鬼夫人以及一位实力异常恐怖的开膛手杰克。而雷诺和法蒂玛那边也乱成了一团，两位的战场合二为一，魅影和法蒂玛都跑到了教堂里，还等不及他们开始打团战，就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这个青年一进来就用强大的幻术震慑众人，并很快发现了钻石的踪迹，然后一招就秒杀了挡在前面的法蒂玛，身体瞬间4分5裂，拽得不行的雷诺也被一巴掌拍晕飞了过去。真打又懵逼又有些无辜，而鲁邦已经果断舍弃钻石和魅影一起跑路了。他可不觉得自己能从这个怪物手中夺回钻石，于是红发青年轻而易举拿到了钻石。真打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做了个自我介绍。红发青年便告诉他自己叫做杰克。下一秒，真打的手里剑就甩了过来，杰克躲开后又一剑劈开紧随而至的布袋，没想到布袋里全是烟尘，烟雾缭绕中，真打逼近杰克身后，在他眼前捏爆了一颗心脏，鲜血溅得他不得已闭上了眼睛，却还是凭借直觉躲开了真打的进攻。心脏是从法蒂玛的身上拿出来的，可惜浪费了。接下来2个人才要动真格的。莫利亚蒂竟然想知道奇美拉，他将鬼和不死者的力量与人类混合到了一起，这样就可以诞生出兼具有头脑、肉体及再生能力的存在。一开始没那么复杂，他只是把鬼的细胞移植给了一些年轻人，然后观察他们的进化过程。实验者的身上基本上都出现了鬼的特征，身体能力也大大加强了。可是还没到1个月就发狂了一大半，是因为鬼的浓度太高了。莫利亚蒂就调整比例给杰克也移植了。鬼人完之后，他又拿到了压抑的身体，并且发现不死跟鬼人一样，都是经过人工改造的生物。亚也承认他的确在950年前被一个超级大变态做了手术。莫利亚蒂很佩服那个人，他百般探究亚的身体构造就不得其解，只将细胞移进了杰克的体内。果然他具备了超强免疫力，还有令原本具有不确定性的鬼细胞稳定了下来。之后莫利亚蒂抓着这吸血鬼，给杰克植入了吸血鬼的细胞，强化了他的再生能力和五感，甚至连银、圣水和日光都不害怕。杰克
可是一个无比成功的实验品，所以莫里亚蒂想再接再厉抓个狼人回来，为此他必须得到拥有狼人藏身线索的倒数第2页，到时候他们就能创造首个完美生物奇美拉了。与此同时，珍达被杰克丢了出去，但他给杰克造成的伤口也无法愈合。杰克突然发现这人有点眼熟，想起来他就是那个在接受鬼人手术后唯一逃出的实验体9号，没想到体内鬼的浓度那么高还能活下来。杰克问他为什么来伦敦，珍达突然也不知道是为了复仇还是治疗了，最后笑着告诉杰克大概是为了演出吧。杰克并没有杀掉珍达，就放了个信号弹扬长而去。看到信号弹之后，各个战场的组织人员立刻撤退，亚叶他们也在图书馆集合，宅地里活下来的人就剩这么多了，再加一个重伤不起的雷诺和已经从水路逃跑的鲁邦和魅影。大家复盘的时候，亚叶突然想起来自己好像忘了回收保险箱，应该是被魅影带走了。这下钻石和保险箱他们都没保住，打失败呀。而另一边，莫里亚蒂在他们举行的庆功宴上，杰克正准备把钻石拿出来给大家欣赏，突然发现自己的口袋被割破了，想起来是个珍达打斗的时候被那小子趁机给偷了，而珍达从自己的袖筒里倒出了钻石还给了福克先生。紧接着亚也解开了钻石上的暗号，让福尔摩斯把钻石举到灯光下，钻石里有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会发出红光，果然里面出现了几个单词牙之森，讲明那里就是狼人藏身的地方了。